2010年4月的某天清晨，北京奥体中心西门排起了长队，裹着棉服的老人们攥着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像等待救世主般的盯着物本堂的金字招牌。接待人员不慌不忙地报出挂号费的价格，300块的普通号已经排了2年开外了啊，2000块的专家号也得抓紧预约。即便如此啊，操着各地口音前来咨询的人呢，依旧是络绎不绝。有老太太用轮椅推着老伴儿从外地坐了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过来，就是为了问问大师，肝癌该吃圆茄子还是长茄子呀？从哪儿来的？我从山西过来的。您是通州的，您想看什么？原来我们家那个孙律师那个职场。在大师自创的食疗体系中呢，茄子充其量只能算是2当家，当之无愧的顶流是包治百病的绿豆。1天3斤绿豆熬汤，配上其他的生拌菜，能治疗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肝癌。西安的王阿姨家里的绿豆快见底了，赶紧让儿子上街再买个10斤，发现这价格呀，已经从4块钱1斤暴涨到了9块。粮油店老板说，就这还得涨嘞。跟绿豆的涨价跟资本有关系吗？有，涨价有关系啊？那肯定的，往年没这么火过，也没这么高过价格。那场席卷中国的养生狂潮持续的时间啊，其实比煮烂一锅绿豆也长不了多少。除了那些信大师生吃茄子最后得了胃病，押宝绿豆汤结果耽误治疗的人之外呢，算不上是祸国殃民罪大恶极。但是啊，他却在一代人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令人疑惑的是，一个普通的纺织厂工人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国民食疗大师的呢？是谁将他推上神坛？他又是如何轰然坠落的？本期 M2 档案，咱们就来聊一聊张悟本，一个时代的养生魔幻剧。据张悟本自己说呀，他家是4代中医世家，父亲张宝阳曾经给国家领导人看过病，具体哪位领导人保密，原因呢不便公开。总之啊，父亲早年间给人家看病的时候呢，他耳濡目染，得到真传，6岁便开始习医。悟本这个名字足见其父对中医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饱含对儿子的殷切期望。邻居们呢，却只知道张宝阳只是在上世纪90年代搁家里办过个人门诊，主营的呢是按摩拔罐，后来因为街道办不许民房经营了，就把门诊的牌子给摘了。他儿子张悟本会看病，没听说过，不就是咱北京第3针织厂的工人吗？按说那批人里学历最高的是高中，大多是初中毕业呀。集团管理部的人说，进厂后啊，张悟本一直在围边车间维修设备，妻子呢是漂染车间的挡车工，父亲张宝阳是看库房的，会点武术。据说年轻的时候啊，3、5个人近不了身，平时厂里头有人腰酸腿疼，就会去库房找张四给按按。1997年，北京市第3针织厂和第1针织厂合并了，张悟本和妻子都被买断了工龄。这是什么意思呢？搁现在啊叫优化，搁那会儿啊就叫下岗。但是这也不能怪张悟本啊，整个围边车间的工人几乎都丢掉了饭碗，有人高升远走，有人疲于奔波，有人潦倒惨淡。张悟本不甘坐吃山空，便和妻子在京广中心卖起了小商品，后来又开饭店。比起其他的下岗工友啊，脑子活络，属于先富的那一批。2000年呢，张悟本他们就开上了私家车。那个时候的他呀，卖过安利的保健品，当过世纪净德的华北销售经理，专卖钙片。他具体是怎么先富起来的？答案啊，就藏在那个充满变革和机遇的时代当中。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保健品市场是一幅改革浪潮和狂热消费交织的画卷。太阳神口服液的广告在央视黄金时段循环播放，旭日东升的 logo 伴着雄浑的歌声，生物键的概念洗脑千家万户。3株口服液的宣传队深入田间地头，白大褂们打着送健康下乡的横幅，用血压计和听诊器叩开农村市场的大门啊！社会的巨变重塑了消费心理，铁饭碗是说砸就砸，看病上学也越来越贵，老百姓们一咬牙，现在不往健康上砸钱，将来就得往医院砸棺材本啊！于是啊，下岗的师傅们攥着买断工龄的钱，咬牙也要买3株，有病治病，没病防癌。刚崛起的个体户们呢，把脑黄金和鳖精塞满了后备箱，既能彰显实力，又能打通关系。
在独苗养老的焦虑下，双职工家庭节衣缩食，也要给孩子订补脑液，少喝一瓶好像就会输在高考起跑线上似的。而站在风口的张悟本啊，从一开始背着油漆刷电线杆，到骑着自行车发传单，再到冒充专家搞义诊，在一次次的推销过程中，他就发现了，比起卖产品，卖专业更容易让人买单。于是啊，他开始打造一个全新的身份，巧妙地将自己和医学的关系拉近，从一名卖钙片的商人逐步转变为国民食疗大师。有意思的是啊，对于补钙这件事，张悟本似乎是真爱，以至于成名后给病人开药方，动辄就是5瓶钙粉啊，毕竟280块钱一瓶，利润高的让人不得不爱。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专业，新世纪来临时，张悟本到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自学了个函授班，专业名为中医药。如今985遍地走，211多如狗了，这种自考函授证书已经不稀罕了。但是在90年代那会儿呢，这种证书还是比较有分量的，至少代表着你有教育背景，也能让人家信服。凭着这张证书，张悟本摇身一变成了持证上岗的专家啊，在社区里头讲课，传播健康知识，带货带的是风生水起。渐渐的呀，有了点中医专家的名头。而就在这时，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燕良，从此走上了更广阔的舞台。燕良呢，是中医科学院科技合作中心的总经理。这个合作中心啊，是中医科学院下面的一个事业单位，但是属于独立法人，自负盈亏。除总经理燕良是在编人员外啊，其余均是外聘人员。也有内部人士称，合作中心其实就是一个卖保健品生产技术的公司。这不，2007年啊，合作中心就搞了一系列养生保健知识进社区的活动，目的就是推广产品和专家，并且通过媒体报道扩大宣传力度。办讲座总得请老师啊，但是啊，想请一个真正的中医大家来讲，成本实在太高了。于是啊，经人推荐，正在积极推动养生知识进社区的张悟本，就这么着进入了燕良的视野。听了张悟本的讲座之后啊，燕良暗叹，这哥们可是只潜力股啊！虽然他的理论知识有待加强，但讲解能力却让人眼前一亮，太有感染力了。尤其是说到绿豆萝卜的时候，自有一套养生理论，很受社区居民的欢迎。那张悟本的口才是哪儿锻炼出来的呢？只能说啊，这些年在社区的3贴近没白搞。他仿佛有一种魔力，能把高深复杂的中医概念转化为老百姓们听得懂的大白话。多年的销售经验不仅练出了口吐莲花的本领，还能用生动的例子打破和群众之间的距离感，让男女老少都能迅速的理解吸收。癌症像弹簧，你硬它就弱，你不怕它，它就怕你。颜良暗喜，这下呀可算捡到宝了。于是啊，决定给这野路子镀金，不仅亲自帮他补了几节课，还将其收编到了自己的队伍中，与张悟本签订了长期聘用协议，每月的报酬上万元，在那个年代绝对是高配。但是相较于坐堂多年的中医老专家，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有了燕良的加持，张悟本开始在各大社区讲座了。他语言通俗接地气儿，还能逗乐观众，跟传统老中医那种高深莫测、云山雾罩啊，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的风格不同。张悟本讲的话，大伙听得明记得住，更关键的是他免费呀，再加上背后顶着中医科学院的牌子，那吸引力简直是一骑绝尘。燕良呢也抓住机会，把讲座现场的录像做成光盘，每张200块钱，居然还供不应求。讲完一场，几百张光盘就被一扫而空，堪比演唱会上的周边纪念品啊！在光盘的封面上，张悟本第一次被冠上了全国营养改善行动专家组成员、健康教育促进委员会讲师、卫生部微量元素重点实验室顾问等头衔，他的专家形象也开始深入人心。看到了张悟本的赚钱能力，燕良进一步将他引荐到中医科学院高级合作中心旗下的中研健康之家坐诊，专门指导食疗保健。这诊所呢就开在科学院门口，牌子虽然没挂科学院的，但是地理优势一目了然。你说和科学院有关系吧，人家后来发声明说没有关系。那你说没关系吧，这诊所就在科学院门口挂号看病，那病人能不信吗？就这样，张悟本从社区义诊的小专家迅速升级为了坐诊的大专家，听过他讲座的人都成为了他的忠实客户，诊所里人满为患，收入也水涨船高。
这时候的张悟本啊，算是爬到了养生江湖的半山腰，虽然距离真正的明星还有点距离，不过品牌、人设、商业模式这套组合拳下来啊，轮廓清楚，未来可期。他站在山顶往下一望，风景不错，市场巨大，只等一个机会，便可一步登天。在进社区开讲座这个阶段啊，张悟本还认识了一个重要的人，叫做唐燕飞。据工商登记显示，唐燕飞在2000年就弄了个北京悟心堂中医研究院有限公司，属于北京最早一批搞中医养生产品文化的玩家之一。唐燕飞 pick 张悟本就好像是好声音里头的导师转椅子一样兴奋啊！这个老张，观点够新，嘴皮子够溜，观众有共鸣，就差点包装了。好好运营一番，指定能火。你快来我的战队吧！那年头啊，正赶上电视行业悄悄变天，电视台呢不再一手包办所有的节目内容，开始越来越多的外购节目委托制作。只要你做的节目够好，电视台呢也愿意掏钱去播。2009年啊，广电总局下发了61号文，里面就明确写道，除了新闻类节目，其他节目都可以外包合作委托制作，这也就是所谓的制播分离。唐燕飞从这里面就看到了机会，成立了一个叫中奥纵横的公司，出钱又出力，组团队、写文案、架设备、拍光盘啊！一番努力之下呢，30集大型中医养生系列节目《大国医道》横空出世。张悟本一身中式立领服，气宇轩昂地站在讲台前，以著名中医食疗养生专家的身份，深入浅出地教大家从传统中医吸取养生之道。台下的观众点头如捣蒜，恨不得掏出小本本逐字记录，回家呀贴冰箱门上，天天拜读。大国医道对标的呢，正是彼时大火的百家讲坛，内容成体系，画面也专业，简直是量身定制给电视台播的呀！只要是能打包卖出去，一上了荧幕，有了曝光度，影响力自然水涨船高。等观众们认了脸儿，张悟本就变成中医界的易中天了。不管是走学还是带货，不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吗？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节目呢是做出来了，光盘也刻了。唐燕飞信心满满的捧着大国医道，奔着各大电视台挨个去敲门。结果电视台那边却冷静得很。你这节目是不错，就是这主讲人啊，名气小点，观众也不熟，不好播呀。有的呢甚至开门见山，想上黄金档，你得先掏钱啊。一圈跑下来，热脸贴了不少冷屁股。大国医道最后还是没能登上电视屏幕。唐燕飞这么一算账，投入了不少，影响力却完全没打开，节目播不了，带货计划就成了空中楼阁。正当团队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出了个主意，说光盘行不通，不如咱试试出书呢。现在养生书这么火，没准能打开市场。于是啊，一场新的转机就这样悄悄酝酿。而这个时候，另一个关键人物登场了，那就是出版圈的老江湖贺雄飞。贺雄飞在上个世纪90年代啊，曾被称为中国民间出版第一人。他策划的草原部落、黑马文丛风头一时无两，捧出来的文化人那一个比一个响亮。咱们前面说过，唐燕飞花大力气制作的光盘《大国医道》销量不好，为了止损啊，就把里面的内容呢扒了下来，编成一本书，书名都起好了，叫做《食能疗疾》。但毕竟隔行如隔山，他们也没有图书出版的经验，于是经人介绍找到了出版界的当红炸子鸡贺雄飞。这下啊，高手终于登场了。据贺雄飞说，那段时间呢，自己正被3高缠身啊，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正愁怎么治呢。一听张悟本那套，嘿，就入了迷。这人可不一般啊，在一个全民重视养生的时代，张悟本的观点奇特，语言洗脑，好好包装一下，这书肯定能畅销。不做这个项目的话，必然抱憾终生啊。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贺雄飞做了3件小事，就起到了点石成金的效果。具体哪3件事呢？第一件事，改书名。什么食能疗疾呀，也太拗口太老派了吧。咱们要做的呀，不是教科书，而是爆款，一定要接地气儿，抓眼球，让人看一眼就挪不开腿儿。叫什么呢？就叫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哎，您品一品这个书名，吃出来的病还能吃回去，不打针不吃药，这谁不心动啊？这名字放到现在啊，妥妥的标题界天花板，不买不行啊。第二件事，
改价格。原价48元，太贵了，必须帮家人们把价格给打下来，直降8元，40一本，怎么样？什么还不够？不够再降啊！他们老板呢？把他们老板给我找过来，能不能给到全网最低价？要福利的朋友们刷波666，我们一起期待击穿成本价。什么35元一本？你没听错，35块买书，再送张悟本老师的讲课精选《大国医道浓缩光盘》，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第3件事，换出版社。原来挂的是中国文联出版社，听着呢也还行，但是不够权威。贺雄飞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了人民日报出版社，这名字一亮，瞬间就显得靠谱了不少。人民日报出品，应该不能忽悠我吧？还有什么犹豫的家人们，无脑冲就完事儿了。2009年11月，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正式出版，腰封上赫然写着一本可能让您多活几十年的书，一本可能让您少花几十万的书。这哪是书呀，简直是寿命充值卡、医保外挂包啊！出书后，贺雄飞把发行的重任交给了亲弟弟贺鹏飞来办，语重心长地叮嘱他，这可是一辈子难得一遇的机会，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推广。贺鹏飞呢也不含糊，砸下重金拿下了当时最主流的线上渠道当当网和卓越网的首页推荐，宣传力度直接拉满，销售目标更是定了一个惊人的数字，1000万册。有朋友可能要问了，这么大手笔，书要是卖不出去，那不得血亏吗？您放心好了，这绝对不是心血来潮，而是贺雄飞对于出版趋势的精准把握。那个时候啊，养生类书籍火到不行，几乎是谁做谁火。比如啊，自称是明朝太医刘纯后裔、中国唯一刘科世家的刘太医，一本《刘太医谈养生》霸榜全国各地书店，顺道带火了他的太医神药。据说啊，可以治疗艾滋病、癌症、肝炎、肝硬化等多种疾病。还有健康教母马月玲，凭借着一本不生病的智慧和生吃泥鳅的招牌疗法风靡全国，多家书店频频断货，且首创的马月玲固元膏更是赚得盆满钵满。事实也证明了贺雄飞的判断是正确的，广告一上线，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销量直接起飞，线上每天8000多册出仓，北京的大小书店都把它摆到了最显眼的位置，催促补货的电话响个不停，发行商就忙着加印数钱，做梦都能笑醒。短短4个月，该书销量就突破了100万册，成为现象级畅销书。人们突然醒悟，原来健康不在医院，而是藏在厨房和超市的货架上呀！绿豆、茄子、白萝卜，人人就争着往家里扛。这书里的内容啊，乍一看头头是道，均衡在前，营养在后，既有神农尝百草，又有黄帝内经背书。你自己呢，肯定搞不懂这么高深的概念，但是大师给你这么一讲啊，绿豆清肝火，甘草调脾胃，不就一下子豁然开朗了吗？不光有理论，人家还有案例撑腰。多少邻居、病人、退休老干部按照大师的食疗方案，几锅神汤下肚，血糖下来了，肿瘤变小了，命都续上了。比如啊，张悟本在书里头就举了一个特别的、鼓舞人心的案例啊。2008年10月1日，他接待了一位肺癌晚期的离休干部，医院诊断人生命只剩1个月了，已经放弃治疗了。张悟本怎么治的呢？没有手术，不用化疗啊，只给了一份厨房疗法：3斤绿豆加甘草，睡前吃点白萝卜，晚饭专吃长条茄子，再加一招独门绝技脚趾头刺血，每天放1次啊。2个月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位老干部呢说肿瘤已经比核桃还小了。几个月后再复查，几乎啥都没有了。医生瞠目结舌，病人感恩戴德。张悟本云淡风轻地抛下一句：“只要原因找得准，肺癌就不难治疗。”几句话呀，就把肿瘤医生几十年的经验和科研摁在地上摩擦呀。按理来说啊，书中这些经不起推敲的伪逻辑，应该被医学常识迅速击溃才对。为什么大家非但不质疑，反而趋之若鹜呢？除了张悟本表达老练，说话生动，逻辑上能以假乱真，营造出了一种权威感之外啊，还有一个因素，那可能就是人心的空缺。在反复治疗失败，在医院排了太多长队的人们，不再奢求科学的答案，而是渴望一种看得见、听得懂的安慰。越简单朴素的说法，反而显得越靠谱。而对于那些还没病但害怕得病的普通人来说，去医院看个病，检查开药，动辄几百块，而按照张悟本的方式，只要调整饮食就行了，
既省钱又没有副作用，谁会不喜欢这种既防病又养生的神书呢？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大卖之后啊，张悟本的待遇可谓是天壤之别了。之前想要上电视还得自掏腰包，求人家赏脸，现在啊，各大媒体纷纷邀请张悟本参加节目。曾经的你对我爱答不理，现在我让你高攀不起。北京电视台城市栏目给张悟本制作了专题片，中央电视台天涯共此时也播出了对他的专访。不过啊，真正把他捧成全民养生大师的，还得是那个娱乐界的扛把子——湖南卫视。从快本到超女，再到百变大咖秀，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早就把流量玩明白了。2004年确定了快乐中国的品牌定位后，他们风格泼辣，打法直接。在央视那边还端着体面逗乐的时候，湖南卫视已经在舞台上又唱又跳，把娱乐至死写在脸上了。那些年啊，老牌卫视们拼命追赶模仿，比明星拼排场，将娱乐二字催生得越来越膨胀，市场呢也进入了非良性循环。但是啊，娱乐的太久了，观众也会累。好看的背后是道德的陷阱，底线的后退。在这样的浪潮下，湖南卫视决定不再只做唱跳综艺了，而是瞄准更广泛的受众。2009年年底，百科全说横空出世，定位为生活智慧脱口秀。早期呢讲年轻人的事儿，收视冷冷清清，直到2010年改版，主打养生题材，收视才迎来了转折。您想想，晚饭后年轻人忙着补课做题，哪有功夫看电视啊？中老年人却吃饱了正愁没事干。这时候啊，电视里蹦出来一个身穿唐装、言辞诙谐的神医，一边教你药食同源，一边教你延年益寿，这谁能不爱呢？就这样，张悟本闪亮登场，站在镜头前，灰白不衣，头发油亮的能当镜子照，活脱脱一张养生代言人的广告牌啊！节目一经播出，引发了收视狂潮。本来计划录1期的，结果一连录了13期。不得不说啊，百科全说请来张悟本，简直是秦始皇照镜子，双赢啊！这节目就像是为他量身打造的。电视上的他平易近人，风趣幽默，语不惊人死不休，加上2个主持人插科打诨，节目效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张悟本第一次上节目就冲进了全国同时段收视的前3。不少中老年观众从此每晚准点守在电视机前，就等着看这舌尖上的神医脱口秀呢。张悟本结尾的那句口头禅更是被广为传颂，俨然成为了新一代养生金句王。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在湖南卫视的强大影响力下，张悟本彻底走红。节目中对绿豆的功效一顿大吹特吹，就引发了绿豆抢购的狂潮。仅凭一己之力，就把北京市场的绿豆价格从4块8一斤推高到了12块8一斤。你像肝是绿的，在主食里头，绿色东西是养肝的。那么什么主食养肝最棒啊？就咱们大家都知道的绿豆。虽然在此前啊，张悟本也频频在地方电视台露脸，但是百科全说和常规的养生节目有很大的不同。虽然有养生讲座的成分，但更多的却是有意识的娱乐，不是寓教于乐，而是以教为乐。教不教已经无所谓了，只要能让人乐呵就行。那有朋友可能会好奇啊，张悟本在影响力这么大的节目上夸大绿豆的功效，不怕遭到质疑吗？其实啊，人家背后的人早就计算得明明白白。一名参与大国医道项目的内部人士后来透露啊，不怕有争议，就怕没人关注啊。争议大了，还会继续出关于张悟本现象调查的书籍，围绕张悟本展开中西医文化的争论，一直保持比较高的关注度。毕竟啊，吃绿豆、吃萝卜、吃茄子，那也吃不死人啊。外界再质疑，没有权威部门说张悟本的方子就是扯淡，把谁谁谁吃出毛病来了，张悟本就是扳不倒的。如果说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是张悟本养生理论的宣传册，那么百科全说就是这剧本下的娱乐大片，播得精彩，炒得热闹。而此时啊，围绕着张悟本这3个字，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条已然形成。电视节目上，张悟本妙语连珠，引起阵阵笑声，无数观众慕名去买他的书和光盘，按照其中的方法开始食疗，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再接再厉，销量一路飙升到400万册。与此同时，寸土寸金的北京奥体中心大院，一处仿古门楼高悬悟本堂3字牌匾，红墙黛瓦，古色古香，
张悟本再次开堂诊病，2000块一位的挂号费已经排到了1年后，但丝毫不妨碍悟本堂里人满为患。生意太多，只能用价格筛选客户。悟本堂趁机推出了康复训练营，10天的打包价9800，张悟本一跃成为京城最贵名医。哎呦，好激动！激动！都到这儿来。你要预约到明年了吗？你想？现在40-50辆，40辆车。都什么地方人多？都是外省的多。有知情者估算，照这个架势啊，到了2010年年底，张悟本背后的公司至少能进账1个亿，加上绿豆等食材引发的农产品涨价背后的利益，根本无从估算。悟本堂呢，也在积极筹建自己的绿豆种植基地，打算自产自销，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续集也将于不久之后面世。悟本宇宙将继续扩张，打造一个食疗养生的健康帝国。就在张悟本站在人生之巅、春风得意之时啊，质疑之声也随之而来。起初啊，是一些糖尿病患者按照他的建议生吃长条茄子，结果血糖呢不降反升，甚至住进了医院。大批老百姓听信了绿豆汤可以治高血压，每天就喝大量的绿豆汤，导致拉肚子或者胃病加重。那些花2000块请张悟本开方子的人，发现拿回去的不过是绿豆汤、冬瓜汁一类的食谱和一瓶瓶钙粉，疗效没有，毛病倒是添了不少。你看我经常不开悟，医生的小孩，看着中医，就是粗粮200块，不加油，然后呢你的底下都是不同的牛奶和奶精。在铺天盖地的争议声中，张悟本召开了一场媒体恳谈会，试图自证清白，化解危机。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心情很复杂，其实不复杂，这是一个争论嘛，其实很正常。他请来了悟本堂的负责人、粉丝代表，还出示了一份由中医科学院统计的疗效数据，显示他的食疗方案有效率超过70%。可惜呀，这数据没头没尾，抽样来源模糊，方法也未经验证。而更大的漏洞啊，出现在他的身份认证问题上。恳谈会中，工作人员高调宣布张悟本持有卫生部营养保健师资质，是中医药科技合作中心的首席专家。但是仅仅3天之后，卫生部亲自下场辟谣，说他从未获得相关职称，所谓专家身份啊，并不属实。面对质疑，张悟本反复强调，我就是个普通人，不是医生，只是传播食疗理念。世界上哪有神医啊，对吧？其实大家都看，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不是神医。首先，我不是医生，食疗胜药疗，对吧？民以食为天呐。那么，我就把这些东西，我所学到这些经验，想办法传播。而至于每次2000元的挂号费，他则极力想说明自己并不贵，我就这2000块挂号费，剩下都没有了。红斑狼疮100万好得了吗？那世界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就吃饭就给吃好了，2000块给解决了，贵吗？在张悟本回答问题的时候啊，悟本堂的高管也是中奥纵横的副总吴威，时不时的就给他发信号，小声递话或者是点头示意。在张悟本说出挂号费这仨字之后啊，他马上示意主持人提醒一下他，把挂号费改口为营养咨询或者是健康咨询。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用词呢？咱们待会儿就解释。会场里啊，记者的问题不断，张悟本呢则把大部分推给了助手或者主持人。他既说自己高兴的给人家看看病就好了，又说哪有神医啊，我也不是医。可同时又承认靠着讲课、咨询、出版和多家公司合作获得高额收益。当被问及收入、纳税和股权结构时，他只留下一句：这个问题太简单了，问他们，让他们来回答。这个恳谈会之后啊，风波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了。打出第一记闷棍的就是曾经推荐过他的央视。5月27日，新闻1+1从身份造假、身世造假、违反常识、谋取暴利4个方面提出质疑。5月28日，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局对悟本堂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悟本堂并非医疗场所，张悟本本人也没有医师执业资格和许可证。这家这个场所呀，不是医疗场所，并没有办理过就是医疗的许可。张悟本本人呀，他并没有医师执业资格和许可证。6月，在今日说法、今日观察几大王牌节目的轮番轰炸下，
张悟本瞬间跌下神坛，其他单位媒体、权威人士纷纷跟进，仿佛约好了一样，集体痛打落水狗。哦，他不是从来没学过，他媳妇儿也是工人，媳妇儿也是工人。97年都是方针的，他爸爸也是方针的。反正中医世家肯定不是了，应该不是。他也没文凭啊，他初中毕业，他有什么文凭？无论是业大也好，还是他这个所谓81年在这儿做学临床医学也好，他不是这儿的学生。食品呢不能代替药物，就是这一点来说，如果是食品都能代替药物的话，那就国家培养好多厨师就行了，不用培养医学生，不用培养大夫了，我们医院就没有用处。像有人说的那样说，因为这个茄子能够吸附油，所以的话呢，就有利于这个血脂的控制。其实不是的，膳食脂肪到了身体里边，它的变化并不是像拿一块抹布擦油的那种方式，它是一个生理过程，它不是简单的说它会把油都抓来了，它就可以控制这个，这是完全是不科学的说法。媒体这边打假如火如荼，但坊间传言啊，最早盯上张悟本的还不是央视，而是农业部。原因很简单，绿豆价格突然疯涨，引发监控预警。一查之下，原来绿豆已经不是豆，是神药了。而神药的代言人正是那位悟本大师，只能感慨一句：成也绿豆，败也绿豆啊！另一边，百科全说也被揪出来公审，被批评为传播虚假信息的帮凶。这下呀，湖南卫视的粉丝不干了，公开发文叫板央视。真要论把关不严，咱们只能说是彼此彼此。别忘了，张悟本可是你们央视先请的，只不过没火而已。现在他火了，翻车了，你们就来指责我们，脸不红吗？讽刺的是啊，舆论越热，信徒越多，媒体砸场子，粉丝点香烛。在民间啊，依然有不少人笃信张悟本的理论，坚信大师是被冤枉了，终有一天会拨乱反正的。我不管你怎么着，你是叫花的，但是呢，你没有什么资质，你把我的病治好了。张悟本的忠实的粉丝。最困惑的要数普通观众了。昨天电视里还管他叫养生大师呢，今儿就变国民骗子了。节目是你们播的，大师是你们吹的，书买来还没翻完呢，就翻脸了。那我们到底该信谁呢？啊，我就特奇怪，为什么他红极一时的时候能红？啊，那个卫生系统的人，人家打着那么大的旗号出来，你卫生系统的人也就跟没听见、没看见一样，怎么回事啊？不得不说啊，张悟本的团队很有打擦边球的天赋。前面说的为什么要强调他们收的是咨询费，而不是挂号费呢？目的啊，无非是表明自己从来都不算是行医啊，只是在教大家养生而已。不但规避了医疗方面的法规，还把客户群从病人扩大到了所有人，真正实现了全民收割。的确啊，北京朝阳区卫生局也表示，张悟本收取的费用标明是健康咨询费，这项收费也不属于医疗收费和医政监管的范畴。同时，朝阳区工商分局也表态，悟本堂经营范围里有咨询项目，收费的高低呢，则是一种市场行为，法律法规并没有禁止。他违反的是一个常识。他是把一个常识做了一个夸大，那么任何一个人都应该能够看到这是一个是不对的，那么你自己没有看到，你很难去让他去承担一个在刑事上的责任。于是啊，经典的一幕出现了，由于实在是找不到合法的依据收拾一个被人民唾弃的人，就以拆除违章建筑为名，把他的老巢先给端喽。在张悟本之前，所谓的养生大师早已轮番上演过神迹幻灭的闹剧，其中不乏因为触犯法律而锒铛入狱的。比如说刘太医，打着联合国科学与医学双博士旗号横空出世，靠几张唬人的证书走学讲课、推销产品，混迹保健圈2年。2008年底，因为涉嫌非法经营被起诉。2007年，台湾排毒教父林光常又登场亮相。一顶美国环球大学医学博士的假帽子，配上台湾癌症基金会顾问的唬人头衔，让一本《无毒一身轻》在大陆卖出数十万册，赚得盆满钵满。结果08年就因为欺诈罪被台湾法院判刑2年6个月，保健神话沦为诈骗教材。在张悟本之后，他的精神继承者也已接棒，在书店养生书专区继续纵横。可能再也找不到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了，但书架上早已被各种吃的智慧所填满。在一本名为《态度决定健康》的书腰上，
居然还印着张悟本隆重推荐7个大字儿。而夺取畅销榜宝座的是马月龄的《不生病的智慧》。这本书同样得到了多位国宝老中医的联合推荐，里边提出的生吃泥鳅养生的神奇观点，虽然有待进一步实验论证，但四川的医院已经收治了不少因此患上肠炎的患者。张悟本是倒了，电视片停了，广告牌撤了，悟本堂也罢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但是人们不禁要追问，大师为什么这样红呢？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主谋？让大师飞黄腾达的人到底是谁？您还记得吗？大师有位伯乐，中医科学院中医药科技合作中心的总经理燕良，明知张悟本是个没有中医资质的绿豆教主，却仍然把他包装推出，甘当背后的推手。他自己就是说提供他的陈述他的这个身世或者是经历的时候提了这一段嘛。那你们是考证过吗？认证过他这些头衔吗？就这方面我们可能有收入吧，我们可能有收获。还有大师的贵人，著名出版家贺雄飞，一个出过《逝去的年代》，曾呐喊用思想的光辉去唤醒那些麻木的灵魂之人。在张悟本出书后坦言，悟本堂赚大头，张悟本赚中头，他自己赚小头，但是小头也有几百万啊，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他不香吗？在他看来，胡万林让人吃芒硝死人，那太过了。张悟本让人吃绿豆，反正又死不了人。他没行医资格，但是呢，也没有乱开药方。媒体吵来吵去有什么用呢？我觉得，在一个商业社会，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适度的、适可的、适中的这种宣传定位啊、营销啊、销售，是应该值得提倡的，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中国几乎每一个行业都在宣传、包装、做广告啊。那么图书它作为一种书业，无可厚非。大师的话筒也别忘了，北京电视台、央视、湖南卫视的节目制作人，请嘉宾只要知名度就可以了。滥用权力和观众的信任，为张悟本开路架桥、摇旗呐喊。他们实现双赢的同时，骗得老百姓们不明所以，心甘情愿地掏钱包。事后啊，这些人又将自己推得干干净净，一来闭口不谈钱，二来省略收视率对他们带来的好处，最后说我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大众啊。我们那地方爱刮风。早在上世纪80年代，马季先生的相声《一阵风》就已经讽刺过荒诞的养生史，从打鸡血、喝凉水、甩手疗法，几十年过去了，专家换了一批又一批，韭菜却是翻新一茬又一茬，总是逃脱不了被收割的命运。每一个大师的出现，都是一个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过程，一个精心包装的高人，几个不同凡响的把戏，众多偏听偏信的拥趸，再加上幕后推手的操作和媒体的放大，神就这样被人们创造而出。久病不愈的病人需要一个神医来给予希望，信徒们需要一个大师来指引方向，媒体需要一个奇人来博取眼球，推手们需要一个品牌来获得利益。多方驱动下，一个个大师被捧上神坛，过不了多久又被踩在脚下。张悟本退场几年之后啊，再度回到公众视野，竟然是以一个病号的身份。2014年2月20日，他住进北医3院神经内科，床头的病卡记录显示，主要诊断为脑梗。这消息一出啊，有不少市民赶到医院前去围观，仿佛在看一场现世报。有网友讽刺道：“就这还嘴硬呢？绿豆被你吹得那么神，咋自己脑梗了呢？要不要大伙拎几斤绿豆去看望看望？”我没错呀，对吧？老祖宗传的这些东西，为什么现在都不用啊？张悟本说啊，自己是4年前被社会质疑后气出来的病，曾一度半身不遂。此次住院呢，是在恢复了一段时间之后的例行检查了。患病期间，自己除了吃药，也在喝绿豆汤。而此前呀，自己从未说过绿豆包治百病的话。我造什么假？我有能耐造假吗？我一老百姓，我要没后台，就那些造，那我那领导当然可能是为了说这个生意活点儿，那给我写的，那不是我写的呀。是经纪人是吗？啊，是开悟本堂那经纪人。对啊，那不是我弄的呀。早在张悟本气出脑梗之前啊，悟本堂就被拆了。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一开始啊，有媒体报道悟本堂被拆除是因为违建，
实际上城管贴出的违建通知不过半天就被自己撕下了，连公章都没有。也不是因为非法行医，因为北京市卫生局调查后明确结论，不构成诊疗活动，依法无可指摘。可他呀，还是他了，在一场没有来路、没有名分的深夜施工中被拆得悄无声息，没人承认是谁下的命令，没人愿意解释理由，工人沉默，保安沉默，所谓安保负责人也只说负责安全。这样一来，想退款的无门可寻，交钱预约的成了笑话，投诉渠道是空的，接待窗口是封的，务本堂连影子都不剩了，仿佛一切只是一场梦。这不是打假，是灭火，灭的不是谣言，而是尴尬。毕竟媒体是吹过的，节目是播过的，绿豆涨价是炒起来的，谁都不愿意再提当初是谁给他镀了金，捧了场，封了神。务本堂的迅速拆除像一场技术性的清场，既不给定性，也不给解释，象征性的拍一拍灰，然后说事情已经处理完了，可以散了。可是啊，故事真的结束了吗？张务本倒下之后，市场没有空，下一位国医大师正在某个摄像头前练习措辞，只待包装上市。只要养生焦虑还在，只要管控不严，媒体无良，那么李务本、王务本就不会缺席。他们不会消失，只会换名字、换平台、换配方。张务本留下的是一个时代的养生魔幻剧，也是一整个社会习惯性的选择神话、崩塌，然后遗忘的循环。感谢收看 M2 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咱们呢，下期再见。